带大家来简单看一下新的房子。这次搬家花了，我觉得初估应该有大概。嗨，大家。嗨，来来来耶。Don't feel me 今天是一个很平常的周二，但是事发很突然的，我们要搬家了。大概在上个礼拜，我们就开始在看房子，就突然看到一个价格也合适的公寓。因为有小孩之后啊，我们就想说要搬到有电梯的公寓，不然我现在搬婴儿车上下，有时候要提菜啊，或是又要抱小孩，就会很麻烦，所以我们就一直想说要搬到一个有电梯的公寓，就开始很随性的看，但没想到就很快的看到一个还 OK， 离现在住的地方也不会太远的公寓，所以我们决定就提早开始我们的搬家。我就是已经打包了一些，有点混乱。今天要打包的目标是把这个 pantry 就是厨房的储物柜呢，开始也慢慢的打包。这是一个小朋友，他在帮忙，每个东西都要摸摸看。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呢，他就觉得很好玩，因为都没有看过，所以就玩得特别开心。你要去哪里？嗨，你跟大家说 hello， 嗨。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搬家小记录。明天仲介又要带人来看房子，所以就是非常的烦。最近我又在申请去塞尔维亚的旅游签，现在可能因为难民的因素吧，就变得很复杂，所以好多事情都挤在一起。有机会再跟大家拍其他的 vlog 的时候再详细说。那就开始收拾吧。我要从哪里开始啊？就是现在是星期五晚上。今天是拿新家的钥匙的日子，然后我们现在要去看一下，顺便简单的打扫，因为明天就要搬家了，时间好像很紧欸，就突然就到了 the big day。对。我进到新家了，带大家来简单看一下新的房子，会有一点小杂音，因为我现在把窗户都打开，所以希望不要太早。进门之后呢，旁边是一个浴室，会有一个很大的淋浴间，这个走廊。进来之后，右边这个是洗衣间，澳洲的房子都会有这个洗衣间。接下来这里是一个储物空间，它的主卧是有一间浴室的，你可以看到它的空间其实也是蛮大的。浴室就是标准的，但缺点是这个没有莲蓬头，澳洲很多浴室都没有莲蓬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另外在澳洲很喜欢做这种有镜子的衣柜。来到第二个房间，也是一个标准的，我非常喜欢后面的景，很漂亮。虽然现在暗蒙蒙什么都看不到，但远方呢就可以看到 city， 还可以看到飞机起降。接下来就是客厅啦，现在非常的空。澳洲也是很喜欢做开放式厨房，所以这个就是餐厅加客厅的配置，所以这边会是我们放沙发的地方，餐桌就会放在靠中岛这边，所以它这个的配置是中岛上面是有水槽的，放冰箱的位置，另外一定会有烤箱跟洗碗机。我们很喜欢的就是有瓦斯炉。然后另外呢，我跟你讲，我们之前在看房子的时候啊都没有注意，就是我的
抽油烟机终于是抽出去的了，之前都是假的，所以我2年来都没办法真的把油烟抽出去。希望这个可以工作。我们现在回家，然后刚刚又收拾了一阵子，虽然还没全部收完，但让大家看一下，后面已经很多箱子了。对，没想到今天是最后一个晚上住在这边，很快耶，时间过了将近2年，所以再看一次我那时候最喜欢就是这个厨房，虽然现在有点混乱。OK， 明天就要迎接新的地方了，所以明天的计划就是先把大件的家具都搬过去，之后我们再自己开箱型车搬箱子跟一些小家电，还有一些小的柜子。那今天的 update 就到这咯，明天早上见，拜。Morning， 我们今天要搬家咯，去新家。好吗？好吗？现在是晚上8点40了，我们完成了第2轮的搬家。好，然后今天就到这里，明天再继续喽。你们看，装好装满，有多满？就这样子，就是看不到后面。还有嘞，这边已经拿一些东西出来了，但是有没有？你是积木拼到底啊！接下来我们要把它拿下来。加油，最后一车了，这个搬完，接下来就是把新家布置好了。清空啦，全部回到我们刚进来的样子啊！拜拜。没想到我又回来这里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回来要再打扫一下。昨天我跟仲介来做最后点交的时候，他就说 OK，I'm happy with everything， 然后都打扫得很干净耶，跟 professional cleaning 一样。我们都就是现场也对过，都 OK。然后回头他就 email 写说，哦，这里不干净，那里不干净，大概写10点吧，都是一些那种就是灰尘啊，什么室外的蜘蛛网之类的。这个是我从搬进来的时候都长那样，但很可惜的我没有拍任何的影片或照片，因为真的没有想到会跟我讲室外阳台的上面某个角落的蜘蛛网之类这种。但是我想赶快把我的押金退回来，所以我们还是决定照他说的，今天在做最后一次的处理，希望可以很快的解决。他说每一个开关上面的这个灰尘都要擦掉，擦。
在擦喽，擦。哦，还有这个水槽下面，他给了一个这个厨余桶。他说这厨余桶后面呢有灰尘，在这吗？好，我从来没有移开过它。说实在的，刚进来的时候呢，这里比现在这个状态要脏得多了。我的头，这是成年的灰尘。我搬进来的时候就这样了。虽然我已经找到照片可以证明，但是我实在懒得跟他吵，所以我还是会把它刷干净。嗨，大家，我现在在新家了，终于搬完家了啊！我觉得这次搬家呢，除了多了一个小朋友之外，最累的我觉得也不是开箱归位，而是打扫，因为我们旧的地方要恢复原状，那因为我们想省一点钱，所以就都自己来。新家的话，基本上这个公寓其实蛮新的，所以它的厨房啊，还有柜子啊之类的都是维持的蛮好的状态。那我打扫最多的就是地板跟窗户。这次我妈妈要从台湾过来的时候，我也请她再多帮我带了几罐这个染的清洁剂。之前如果有看过我的影片的话，就知道我在生小孩之前已经就在用他们家的产品了。他们家的产品的特色就是成分很单纯，香味都很天然，所以尤其现在有小孩啊，他每天就是要在地上爬，我就会加一点清洁剂去拖地。可是我又想要成分单纯而且对宝宝友善的品牌。染的话，他们都是台湾制造的，也没有额外的添加，味道也是那种很淡很淡的香味，但是很舒服。另外跟一般的地板清洁剂不一样的是，它的泡泡很少，所以我基本上拖过一次完全不会黏。如果比较担心的人，就可以再清水拖一次，就会非常干净。我觉得这个对有宝宝每天会在地上爬的人真的超重要的。除此之外啊，这一罐清洁剂不但可以当地板清洁剂用，它也可以当做万用清洁剂，把它稀释的浓度不要加这么多水，让它浓度高一点，喷在家具上啊，或是你想要重点清洁的地方，我觉得都很好用。所以如果你是喜欢那种成分很单纯，想要找香味不刺鼻的人呢，或是有宝宝的家长，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在虾皮和 Momo 都可以买得到，然后海外的话，我记得美国跟泰国现在也可以在网络上订购，很可惜澳洲还没有。产品链接我放在资讯栏给大家参考咯。影片一开始啊，有讲到说为什么我们会想搬家嘛？那主要就是因为想要有电梯的公寓，所以我们找了一个比较新的公寓。可是相对我觉得有失有得吧，就是没有办法离火车站那么近。可是意外的收获是这里的 view 还不错，所以我每天都看着很漂亮的蓝天啊，还有日出日落，我就觉得心情好很多。尤其是在这育儿的过程中，我觉得能有自然的疗愈力量就很重要。而且我觉得小朋友好像也比较开心，因为他来到这个新公寓之后，你可以看到一些 view 啊，或是车子在外面经过，他就觉得 something different。所以我觉得他每天都很期待早上起来一定要去窗户旁边看外面的风景这样。但是搬来这个公寓之后，有很多就是新公寓跟旧公寓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有些花费是在这次搬家意外要支出的啦。那有机会下次做 room tour 的时候再来分享，就是新旧公寓的差别好了，因为这个影片已经蛮长了。但我初估这次搬家，因为我们有1个礼拜的违约金，再加上搬家公司的费用啊等等，还有一些要重新连网路啊，或是瓦斯这些，就又花了。我觉得初估应该有大概1500澳币哦，就没有办法。但是搬来之后呢，我觉得我们还有小朋友的能量都比较好，因为一来是你可以看到这个环境明亮很多，就整个公寓的那个灯光是很明亮的，然后早上的采光也好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无价的。这次搬家真的很累，但是希望在这个公寓可以住久一点啦，不要再一直搬家了，真的好累哦。但如果有住过雪梨的人就知道，这里的房租真的是很可怕，每年都是越来越高，而且
涨得很快，然后好的公寓也很难找，所以希望这次可以住久一点。那有机会再来跟大家分享 room tour 或是租房的一些经验谈。另外跟大家预告，就是很快我们就要去塞尔维亚，要见小朋友的 grandpa grandma， 所以应该会再拍一些跟塞尔维亚相关的影片。如果你有什么想看有兴趣的，都可以留言给我。然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呢，也别忘了订阅、分享，给我一点鼓励哦。我也会在 Instagram 上面分享一些育儿日常或澳洲日常这样。那这就是今天的影片哦，订阅起来，下次见，拜拜。